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 Grasshopper 中资料配对的概念。那在进入介绍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。好，那这个呢是在美国的一个铁路用的桥，那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桁架的结构。那这在当时呢算是蛮大的一个创新的，这是 Bowman Bridge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立面。我们呢先看左半边就好了。我们呢等一下在 Grasshopper 中需要先画出一个方体。然后接着要截取出它的边，将它的边上进行分割点之后呢，我们来将这些点位的顺序来做一个资料上面的配对。那等整体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它 mirror 过去，这样子就会有左右两边的桥了。那我们开始进入操作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创造一个方体。我们到 Surface 底下这边 Primitive 这里选择这个 Box Rectangle。它这边需要两个参数，第一个的话是一个平面的方形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高度。那我们先来画这个平面的方形，我们按右键选择 Set One Rectangle， 这个呢就会直接转到 Rhino 里面，我们来画。我们先在原点这边点一点，我们长给它25 Enter， 然后呢宽我们给8 Enter。好了之后呢，它这边预设的高度是10。那我们不需要这么高，我们这边给它一个数字，给个7好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需要单独筛选出我们需要的面，也就是最上面这个面跟底部的这个面。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Deconstruct Wrap， 我们将这个方体进行炸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它后面这边有个别的面、边、点的参数。那我们可以直接从面这边选取我们所需要的。那我们可以先用这个 area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面的中心点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在后面这边接一个 point list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面的顺序，来了解说我们等一下要截取的编号是哪几个。所以是不是我们就要截取5这个跟4的这两个面的编号？好，这就可以先把它删掉，4跟5。好，我们到 Set 这边呢，选择这一个 List Item， 我们把这个面送进来，然后我把这个往下复制一个，然后呢，我们分别给4跟5这两个参数。这么一来呢，下面这个面跟上面这个面就被我单独选取出来了。那我们可以先将前面这边的这个方体呢进行隐藏。那接着我们需要将这个面的这个边呢，我们把它截取出来。我们可以到 Surface 这边选择这个 Wrap Wireframe， 把它的这个边界取出来。我们一样直接把这个面呢送进这个 B 里面，然后往下复制一个，把它送进来。那接着呢，一样我们需要看这个边的顺序，来了解到说我们等一下要选的这两个边，它在这4个边里面编号是几号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 Curve 底下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个 Curve Middle， 在这里，这个呢可以直接取出线上面的终点，然后我们利用看这个终点呢，来配合这个 Point List 来看说我们这个线的顺序是几号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点送进来，好，我把它进行隐藏。好，这样可以看到说我们会需要的序号呢，就是0跟2这两个边。那如果有些人你的 Rhino 版本是 Rhino 5的话，你可能不会有这个 Curve Middle 的电池。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做法，一样来取出这个线上面的点。你可以到 Analysis 这边底下这边有这个 Point on Curve， 这个也可以拿来取面上线上面的一个终点，直接把它送进来。你看它这个的话 0.5 的位置就等于说是你这个线上面的终点。你如果移动的话，它就会分别代表你这个线段的起始点跟尾端的这个点。好，那我们利用这个 Curve Middle 搭配 Point List 来了解说我们等一下要取的编号是0跟2之后呢，我就先把这个删掉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回到 Set 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个 List Item。
好，我们一样把它送进来。这时候呢，我这边就给0 Enter 2。好了之后呢，由于我们这个是2个以上的1个以上的资料，所以我们要记得按右键选择这个 Multi-line Data， 把它变成是这种资料序列结构的，然后把它送到 List Item 的这个 I 里面，表示我要选0跟2这2个边，然后一样我们把它往上复制一下，下面这边这个边也是。好，这么一来呢，这2个边都截取出来了。那接着呢，我需要将这2个边来进行分点。我们到 Curve 这边选择这个 Divide Curve。好，我稍微移动一下，我把这个2个分别送进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看那个立面图嘛，我看一下，这立面图啊，它是把它分别是6等份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在这个 Divide Curve 的这个 n 这边呢，我们给它一个6的参数，表示说我们要将这个线段进行6等分。这么一来就取了这个点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的这个立面图哦。我们呢先来画这一个斜线。这个斜线呢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做？我们可以用 Shift List 做，表示呢我们上面这一排跟下面这一排，我们下面这排的编号它会是0、1、2、3，然后上面这排的编号呢，我要用 Shift List 把我原本的0呢往后移一个位置，这么一来呢，0跟0连接起来就会变成是斜线了。好，我们回到 Rhino， 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呢，我们选择这一个 Shift List， 好，稍微移动一下。这个是下面的点，这个的话是上面的点。我们将上面的点呢进行 Shift List， 然后呢，我们直接到 Curve 底下这边，我们用这个 Line 将这个原本下面的点跟上面的点连接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我们原本的 Shift List 啊，我只希望它断在这边就好了，我不希望它这里还会连回原本的第一个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在配对上面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隐藏。好，我们先看下排这边这个编号的顺序，你可能会看到说，它现在这边有不同的颜色，它一个颜色代表的是我这边这样子一组，也就是一个资料夹，然后我另外一个颜色这边是一组，所以它是另外一个资料夹。那我们先不管另外一边紫色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灰色的这里，你会看到它原本这边是这个顺序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呢，它原本上面的也是这样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我会希望它偏移，会变成像这样的顺序。那它预设的话呢，在这边有一个 Warp， 它会把你原本推过去的这个6呢，它会回到原本这个0的位置。那现在我会不希望说我这个原本的6跟下面这个6要来进行连接，所以呢，我在这个 Warp 这边的这个预设，它这边是写 True， 我们呢可以把它改成 False 就好。我们按右键选择，这边有一个 Invert， 表示说呢，我要翻转这个布林判断的值，也就是说，我原本这个 True 呢，我把它翻转成 False。如果预设是 False 呢，就是把它翻转成 True。这样，好，我可以直接按右键选择 Invert。好，这么一来呢，我就只会单纯的画到这个斜线这边而已。好，我先把这个点先删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现在有遇到另外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是，我现在这个 Shift List 完连接起来的这个线，你看它5跟6是不是还连起来？那我们其实只希望它可以配对到5跟5就好了嘛。那这个呢就会跟 Grasshopper 里面它预设的资料配对的方法有关。这个我们等一下解释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是你看它后面紫色这一排，它变成是从右下画到左上。那我们灰色这一排呢，它是从左下画到右上。
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说我们前面这个线这个体，它呢在画这个线的时候，它这个线段是有方向性的，它是这样子顺过来，这样顺过来，一个这样逆时钟的这个方向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它线段本身呢，起始点到终点，起始点到终点，如果再依这个方向去分的话，我的这个点的顺序就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会需要针对这个边呢，我们来将它的线点跟线来进行一个翻转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翻转线呢，我们可以到 Curve 底下这边 Utility 这边有一个 Flip Curve， 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把后面这边呢稍微往后移一点。Flip Curve 的话，就是将你这个线段来进行翻转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呢，先把这个我们要翻转的这些线，我们把它直接送到 Flip Curve 这里。这个是下面的。好，然后呢 ，Flip Curve 它这边有第二个参数是 Guide， 表示说呢，我这边假设可能你有10几条或者是上百条的线，你这边可以给它一个参考的线段，也就是一个 guideline。假设说你这个线段是从左边画到右边这样，那接下来你送进来上面这边这些curve，不管是从左画到右或者是右画到左，它全部都会翻转成依照这个左画到右的这个 guideline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来设一个 guideline，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 laser item 里面，它现在这边是有两个线嘛，那我们可以直接再给它一个 laser item。好，我直接把它送进来，然后这个 laser item 它预设呢会是选取第一条，也就是这一条，我们直接将这一条线来作为我们的 guideline 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我直接把这个只有一条的这个 guideline 把它送进 Flip Curve 的这个 guide 里面。那同时呢，我把它往下复制，我们可以保留这个 guideline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这组的这两条边呢，把它送到 Flip Curve 里面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跟这个原先的这个 Divide Curve 替换掉，送进来，送进来。好，你会看到你的顺序就变得是顺的了，同样都是从左下画到右上。好，那这个线段翻转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。那我们回到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资料配对的问题，在 Grasshopper 里面呢，它资料配对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法则，也就是最长的资料配对，然后会重复最后一笔资料，也就是 longest list， 然后它会 repeat last。举例来说，我现在这边灰色这组，我上半部要配对的只有0到5这6个资料，然后下半部要配对的呢有0到7，0到6 7笔资料，所以是6对7，少对多。然后刚刚提到它会是最长的资料配对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最后配对出去的，它会是以这个数量比较多的为主。然后刚有提到说是最后一笔资料重复 repeat last， 也就是说我上面这一个资料数量比较少的，我这个在编号5的这边呢，我会重复跟比较多的这个去进行配对，所以你看我这个5它重复跟下面的5，然后又跟下面的6来进行配对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Grasshopper 中资料配对的方法，有几种常见的，分别是 longest list 最长的配对， shortest list 最短配对，跟这个 cross reference 也就是交叉配对。那在最上面这个呢 longest list 它是 Grasshopper 中预设的一个配对原则，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，如果你现在这边有5笔资料跟下面4笔分别这个就是多对少的一个状况的话，它会使你这个比较多的一定每个都可以配对到。那它配对的原则呢，就会是 repeat less。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边这个框起来的部分，也就是说比较少的这个要配对的资料呢，它会被重复使用。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上面这边0对0、1对1、2对2、3对3，可是我这边4的话，
它就没地方可以配对了嘛，所以它会重复最后这个，它会去跟原本比较少的这个再去做一次配对。所以呢，我这个3，它同时跟上面这个3跟这个4又配对了一次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是 longest list。那如果是 shortest list 呢，它呢就是直接取最短的一个配对方法。你多了资料配不到的，我们就直接删除掉了。所以你看它现在这边是一个 trim end 的这个状况，所以尾数多的就不要了，不管你这边多1个或多2个，就是直接删除掉。然后如果是 cross reference 的话，它是做一个你资料配对的一个最大化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像我现在这个多跟少的这个配对的话，它会使我这一个上面这个0，我会跟下面这边每一笔资料都配对到一次，0跟0、0跟1、0跟2、0跟3，然后我上面这个1呢，我又会再跟下面这边资料全部再配对一次，1跟0、1跟1、1跟2、1跟3。所以呢，我这边总共几笔？1、2、3、4、5，总共这5笔资料，我重复的跟下面这4笔配对了，所以我这边总共会有20条线。那这个的话就是 cross reference， 它会将你的资料配对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效果。那在这几个电池的这边下方，我有用桃红色把它圈起来。这个的话是表示你现在目前使用的这个电池它的规则是什么。你可以对这个电池按一下右键，你可以更改一下。比如说像现在这边是 repeat last， 你可能可以把它改成是我要在头重复变成 repeat first， 或者是像这边 trim end 改成 trim start 这样子。好，回到 Grasshopper，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一个状况的话呢，我是希望它是做最短的资料配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到 set 这边呢，我们选择这一个 shortest list。然后呢，我们分别呢把这个 divide curve 的点跟 shift 完的点把它送进来，然后呢再将我们这个 line 的 A 跟 B 呢分别把它送进来。好，你看啊，它现在这边就只会配对到5个，6的话就不会进行配对了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左下到右上的斜线画完了。我接下来是希望是右下到左上的，那右下到左上的话，情况就跟我们刚刚做的是相反，变成呢是说我们下面这边的点呢，我们将它 shift list， 然后跟原先上面的这个点来进行连接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 shift list 往上复制，我们把下面这边的点偏移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样需要将它进行一个最短的资料配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shortest list 跟这个 line， 我们把它选起来之后，整个往下复制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下面的这个 shift 完的这个点呢，把它送到 shortest list 的 A， 然后把原先上面这个点的 P 呢，我们把它送进 shortest list 的 B 里面。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就完成右下到左上的绘制了。好，那我就先把这个点位关掉。好，我们这个左下到右上的线已经画完了，右下到左上的线也画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的就是头跟尾这个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头啊，它是不是跟下面这边每一个点都进行了配对？可是它没有跟最后一个点进行配对。然后最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点，它一样的是也是跟下面这边的点都进行配对，然后没有跟头跟尾的这个点来进行配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上半部这边的头跟尾的点，我们把它取出来，我们用这个 laser item。那如果要取头尾的点呢，我们有一个蛮方便的打法，我们呢在这边打0， 0的话就是头嘛。然后尾呢，我们给它一个-1，好，一样记得要按右键选择 Multiply Data， 好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，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头跟尾的点都分别截取出来了。那刚刚有提到它下面这边点的配对啊，它是没有选取到头跟尾的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反而是要将头跟尾
删除掉。那如果我们要将点删除呢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Cool Index。这个是将一笔资料里面你选取特定的编号，我们将这个资料进行删除。好，我们呢把它直接送进来，我把这个就先删掉好了。那一样，头跟尾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 i 这边，我们可以给它0跟-1。这么一来呢，我就只会单独截取到中间这边的点。那接着呢，我会希望将这一个头尾的点跟下面这边只保留中间的点，我们来做一个交叉的一个配对。那交叉的配对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我头这个点，我要跟下面这边每个中间的点进行配对一次，然后我尾这边的点呢，也要跟下面这边中间的点全部配对一次。那你可能会觉得说，这样听起来很像是 longest list 的概念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我们来画线连连看，因为它预设的话就是 longest list， 然后跟 repeat list 的这个规则嘛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你看哦，它如果是直接用这个 longest list 的规则下去做配对的话，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因为呢，我们现在下面这边这个，上面这边这个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边的资料是不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2个档案，有2笔？然后我们上面这边呢，它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5个档案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想要的配对会变成是这2个要跟下面这5个去做2对5的配对，所以会变成是说我这边的线0跟0接。然后我这个1呢，就是第2个资料，它会重复的跟下面这边每一笔资料接。那这个的话会是 longest list 的结果，那这个不是我要的，我想要的是它是交叉配对的，0会跟下面这边每一个，1呢也会跟下面这边每一个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要用的是 cross reference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去掉头尾的中间的点呢，跟这个头尾的这个点，我们直接把它连接起来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直接给它用 line 将它连接起来。好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了。头跟尾都分别呢跟中间这边每一个点去进行配对。好，斜向的线呢，我们都画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画直的。直的话，我们只要将这个下面这边的线跟上面的这边的线，我们直接用 line 将这2个 divide curve 的这个 point 呢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后面给一个 line， 然后呢，我们将这个 P 取代掉原本的 A 跟 B， 这样我们就会画好这个直线了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需要画的另外一边的直线是上面这边的顶饰这边的这个直线，也就是这里到这里的这个线。那这个要怎么画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它原本这边这个 divide curve 完它这个资料夹的状态。你看哦，它现在是有2个资料夹，一个资料夹里面有7个档案，对不对？表示是说我这边底部这边它是一组。然后我这一组里面呢，有这个资料夹跟这个资料夹，它分别是0跟1的编号。那在上面这边呢，它这边一样一组，然后一样是0的资料夹跟1的资料夹。所以呢，这2个资料上面跟下面它都是带有阶级的，但是呢，它同样都是0的资料夹跟1的资料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其实这边是在同一个阶级的，只是它被我在 Z 轴上面有不同的一个分布，但它们的阶级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将它们合并起来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到 Tree 这里，我们选择这个 Merge。好，等一下会用到一点点跟 Tree 有关的结构。好，我们呢直接把这个 Point 把它送进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先把它删掉。这就表示说我要合并的第一笔资料跟第2笔资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，你看它就变成是有
2个资料夹，然后1个资料夹有14笔资料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现在这边的分布变成是这样子，是在编号0的资料夹，这样是在编号1的资料夹。那接着呢，我希望进行的配对是编号0的资料夹这边所有的点，我要跟编号1的资料夹所有的点来进行配对。也就是说呢，我现在的配对已经变成是资料夹跟资料夹的这个配对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般我们会需要单独截取出编号0跟编号1的资料夹，但这个呢会牵涉到tree 的结构的一些选取。那这个的话，我是预定是把它比较排在中级的课程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先用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呢把它炸开，我们选择 Explore Tree 这里。这个的话，它是不管你原本的 tree 的这个结构，它里面有几个资料夹，它后面这边就把它变成几个单独的。好，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。好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后面这边呢就多了2笔资料了。然后这2笔资料其实就分别代表着编号0的资料夹跟编号1的资料夹。你可能会发现说，它为什么前面这边这么多0000跟0001？那这其实跟它这个阶级有关。那这个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原先的这边，我们按右键，这边有一个 Simplify， 我们只要将它做最简化，来表达我们这个 tree 的这个结构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其实就表示说，我现在已经单独呢将我这个编号0的资料夹跟编号1的资料夹已经被单独的筛选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只要直接将这个 line， 好，我把它送进来。那这么一来呢，我就会画好这个横向的线了。好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到 parameter 这边，我选择这个 point， 好，我把这个0把它送到这个点的容器里面，你会看到它就只有单独选取出这边。然后如果是1的话，它就只有单独选取出这边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直接将用 line 把它连接起来，它就会是这个横线的这个状态。好，那如果你这个 tree 这边你觉得很难理解的话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 tree 本来我是要把它放在中级的课程的。那我们也可以回到前面这边，可以到原先的这个 wireframe 这边呢，我们刚刚是同时选取0跟2，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单独选取0跟单独选取2，这样。好，我很快的做一次。我们在 list item 这边，好，稍微缩小一点。我这边单独选取0跟2，好，往下复制一个0跟2送进来，然后呢，我分别给它 divide curve， 然后将它进行连线。然后因为刚刚我们在后面有这个 flip curve 嘛，你可以一样再做一次这个 flip curve， 或者呢，你在这个 divide curve 的这个 P 这边呢，我们按右键选择 reverse， 把它这个资料翻转。那这么一来呢，你就会画好这个下面这一层的这个横的这个线了。那同样上面这层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往下复制再做一次，只是这样子电池会比较多颗而已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可以达到跟这边一样的结果。好，我先把它删掉了。那这边的线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大致上都画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将它进行 pipe。那我们在 pipe 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将这些线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组。这些斜的线，我会希望它是比较细的线，然后这个直的线呢，我会希望它是稍微粗一点的线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 primitive 这边用这个 curve， 我们将这些线简单做一个汇整。我们把这个线送进来，我们 Shift 按住，好，这么一来这边都是斜的线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它一个 curve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直的线送进来 ，Shift 按住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记得把这边的线
你看它现在这个资料阶级其实有点乱嘛，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 Flatten， 把它变成全部是一个资料阶级的，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。好了之后呢，我把前面这边都先进行一个隐藏。那我们这个线的框架好了之后，我还会希望可以截取一个最外围的这个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画正方体的这个边。我希望这个边呢，它是最粗的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再给它一个 curve， 然后我们的这个线呢，其实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把我们这个方体炸开的时候，它会分别取得它的面、边跟点。那这个边呢，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最粗的这个边，我直接把这个 edge， 我们把它送到后面这边这个 curve 里面。好，这么一来，这个边呢也是被我选取出来。好，那我把这边呢进行隐藏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线长成量体。好，我们这边给它3个 pipe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做最细的这个呢，我希望它直径大概0.03好了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我们给个0.08。然后这个最粗的我给个0.1。好，这么一来呢，就画好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有提到我们只是先做这个左半边嘛，然后右半边是直接 mirror 过去就好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 transform 这边，我们选择这个 mirror， 在这里。好，你做 mirror 的话呢，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要做这个镜像的时候，它这个基准的这个平面，也就是这个 plane 的位置是在哪里？你看它这个预设是在这个 YZ 平面的这个位置，那这个平面刚刚好就是我们要的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画这个最外围这个方体的时候，我是把它放在原点的位置嘛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将这个平面进行更改，我们呢只要把这些 pipe， 我们把它全部送进 mirror 里面就可以了。Shift 按住，好，缩小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平面在那边很碍眼的话，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这个 extra parameter， 把它截取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个平面进行隐藏。好，那这么一来呢，我们这个行架桥就画好了。那这是今天的案例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利用这个行架桥的方式来练习这个资料配对的方法。那在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在 Grasshopper 里面画了一个方体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用 Deconstruct Wrap 跟这个 Break Wireframes 来选取我们想要的这个边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利用这个 Flip Curve 搭配这个 Guideline 的方式，来将我们的线段全部翻转到我们想要的方向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将这些线段进行分点。然后分完点之后，我们利用这个 Shape List 来将它的这个顺序偏移之后，来创造出这种斜线的效果。那在进行斜线配对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有资料数量对不齐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Grasshopper 里面有这个 Shortest List、Longest List， 还有 Cross Reference 这几种不同的资料配对的方法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将这些线段配对到正确的方法之后，我们稍微的使用了这个 tree 里面的这个选取，来选取到我们想要的资料夹，来画出这种横向的这个线。那在最后呢，我们将这些线段进行了一个分级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将斜线的作为最细的这个 pipe， 然后这个框架呢是这个最粗的 pipe。那这个的话是今天的案例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或分享哦。